这期视频为您带来《疯狂改造》第3集：末期少年穷。阿斯拉夫 PC 装甲运兵车与2位少年小场景的制作过程与成品展示。阿斯拉夫是美国陆军与海军陆战队招标，加拿大通用动力研制的8×8轮式2栖装甲车拉 V25的澳大利亚。动力装置为一台275马力的 Detroit Diesel 6V53T 柴油发动机，公路最高时速为100公里每小时。为了适应澳洲荒漠高温的环境，强化了空调，换装了加宽的沙漠轮胎。阿斯拉夫 PC 在此基础上去除了炮塔，换装了12.7毫米 M2 老干妈遥控武器站，抬高了载员舱的上层结构。车组成员为车长与驾驶员2人，可搭载7名步兵，曾参与过东帝汶、伊拉克、阿富汗战争，承担物资护送、据点驻守、人员机动等任务。这次制作使用的板件是小号手的0535，为模型添加的补品有国产翻模的反 IED 蘑菇头天线、沃雅的反 IED 加粗天线，一体带弯曲效果的 3D 打印天线基座，一些树脂包裹杂物和2个树脂平民儿童。小号手的这颗板件素质一般，飞边组合度的问题有，但不严重，在他家的产品中算是中规中矩的品质。独一份的题材，没有竞品，喜欢的小伙伴可以无脑入手。制作前构思一下作品思路，开车时重踩刹车、击打方向会造成车体的倾斜，将这种车身姿态表现在模型上，会有一种时间定格的效果。巴勒斯坦的平民孩子向以色列坦克扔石头的照片让 UP 印象深刻。结合实车参与过中东一些国家的战争，制作方向已经确定。开始速组，先从底盘做起，制作模型的传动轴。安装悬挂的下支臂，不点胶，保持活动状态，为之后车身姿态的调节做准备。制作轮毂，轮毂内部用手钻钻孔，用丝锥对孔壁进行公丝，拧入对应直径的平头螺丝，查看是否匹配。用手钻钻透橡胶轮胎的胎面，轮胎插入螺丝，用螺丝刀隔着轮胎将螺丝拧入轮毂。随着螺丝的拧入，螺帽会挤压轮胎，形成类似现实中轮胎缺气的压缩效果。这种效果在树脂重力胎上也有表现，树脂胎每个轮胎的压缩程度基本相同。这种效果适用于车辆的平稳行驶或静止状态，但车辆重踩刹车、反打方向时，因车身惯性的原因，每个轮胎的压缩程度都不相同，需要对每个轮胎单独调节。将轮子插入传动轴，用尺子量出悬挂压缩的长度，避震器量出相同长度，标记并去除。安装避震器，插入轮子，调整角度。另一侧需要增加避震器的长度，用之前避震器剪下来的废料充当这一侧的延长部分。插入轮子，调整角度。支撑后面4个轮子的是与坦克相同的扭力杆悬臂。切除悬臂定位点后，将装有前轮的底盘放到桌面上，用胶水瓶子压住底盘前半部分，使尾部悬空，将装有轮子的悬臂安装到底盘对应位置。调整好悬臂的角度，使轮子接地后点胶固定悬臂。悬挂系统完全固定后，拆掉轮子。安装底盘的转向拉杆、辅助液压杆。转向拉杆，小号手给出的是一体开模的非可动结构，适合前轮摆正的状态。为了配合前轮的转向角度，拆卸拉杆的转向节。调整好角度，重新点胶安装。辅助液压杆分别位于前轮下支臂、避震器两侧，后轮扭力杆悬臂后部。与避震器的安装方式相同，量好尺寸进行裁切或加长。安装底盘的剩余零件。安装车体上盖。安装车体上半部分的零件。制作遥控武器站，用麦田的剩余件替换小号手开模胶州的 M2 老干妈。安装尾门。继续安装车体上半部分的零件。制作反 IED 蘑菇头天线，蘑菇头有一些变形，需要打磨修整。
支撑蘑菇头的天线杆有明显的弯曲，加热并矫正。分段开出的天线杆和蘑菇头的粘接位置用手钻打孔，埋入胶棒，再进行安装，增加零件强度。安装 PE 的天线底座，在蘑菇头底面打孔，安装线缆接头。用 0.6 毫米直径的铜丝制作蘑菇头的线缆，将铜丝点胶插入线缆插头。胶水干燥后，将铜丝绕着天线杆自上而下捆扎。用麦田的剩余天线基座零件和剩余的金属天线制作烟雾弹附近的蘑菇头前端天线，将前端天线点胶安装到车体对应的位置。点胶安装蘑菇头天线，胶水干燥后裁去多余的铜丝，将铜丝点胶固定到前端天线基座的对应位置。继续蘑菇头天线底座附近 PE 键的安装。制作车头另一侧的反 IED 天线，沃雅的零件相对好处理，简单打磨即可。仍然在天线杆的粘接位置打孔埋入胶棒，增加零件强度。将天线连同底座点胶安装到车体对应位置上。车体左后部的天线基座用 ET3D 打印件里弹簧弯曲状态的零件替换。配合细长的天线，可以做出被压弯的效果。车体后部堆放包裹，首先确定备用轮胎的摆放位置，盖上用 AB 补土制作的还未固化定型的破布毯子，调整形态。在毯子上放入2个弹药箱、桶、背包、包裹、急救包，在剩余的位置塞入折叠的长条破布，调整好破布毯子的形态，等待补土固化。车体后部两侧储物栏下方有些空虚，小号手撕碎刻板件自带的包裹零件，细节还算可以，选择合适的零件安装到储物栏下方。制作2条穿过车体两侧和顶部的拖车钢缆，钢缆的缆绳部分很长，跨越车体的幅度较大，用尼龙绳能做到更自然的弯曲和下垂。所有舱盖关闭状态，点胶粘死。车尾天线基座插入稍微弯曲的铜棒，给模型制作了一个小地台。地台放入模型，给少年的脚底钻孔，埋入胶棒，在地台对应位置钻孔，插入脚底带棒的少年。模型速组完成，准备喷涂，将查看完效果的场景速组拆散，拆除模型上没有粘死的零件，用裁切好的遮盖胶带对模型的观察窗进行遮盖。选择涂装纸质中带有红色袋鼠标志的3色迷彩为模型进行涂装。黑色水补土喷涂车体，2位少年和小零件也都进行喷涂。水补土干燥后，车体喷涂北约绿作为迷彩的第一个颜色。漆面干燥后，喷涂沙漠黄作为迷彩的第二个颜色。为了避免飞漆，用遮盖胶带包裹轮毂。
漆面干燥后，喷涂加一点蓝和灰的黑色，作为迷彩的第3个颜色。对应颜色喷涂2位少年和剩余的小零件。喷涂完成后，对应颜色笔图模型的分色部分。深灰色笔图剪石头少年的裤头，笔图少年的脸与手脚。笔图完成后，给模型贴水贴。撕掉观察窗上的遮盖胶带，给观察窗和武器站观苗贴彩虹膜。开始旧化，锈红加黑，给车体笔涂掉漆。黄色与白色油画染料制作滤镜。修红色油画染料在掉漆的位置制作锈迹。浅土色旧化液涂抹车体，制作浅色尘土。深土色旧化液涂抹车体，制作深色尘土。黑色旧化液涂抹车体阴影处，制作阴影。少年和小零件用同样的方式旧化。未稀释的浅土色旧化液涂抹底盘，制作较厚的泥土。再用深土色旧化液涂抹底盘，增加厚重感。轮胎用相同的方式旧化。旧化完成后，将小零件安装到车体上。安装轮胎。浅土色旧化液涂抹拖车钢缆位于底盘的部分，让其与底盘的旧化程度保持一致。
给地台上色，用黑色磨漆漆薄刷木质封边，突出木质纹理。漆面干燥后，用美纹纸胶带进行遮盖，减少地面上色时对封边的污染。非土色旧花叶涂抹地台表面，制作地台的阴影。棕壤色旧花叶涂抹地面阴影外的部分，制作地台的主色。撕掉美纹纸胶带，擦除侵入的旧花叶。浅土色旧花叶干扫地台的凸起，制作高光。轮胎拧入螺丝，调整压缩效果，让轮胎更贴合地面。模型安装武器站，地台放入平民少年。模型制作完成。请您欣赏这个模型小场景的最终成品效果展示。在下期的视频中，你可能会看到。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感谢你的观看，让我们下期见。